电影经文口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新阴阳魔界之小镇故事》。假如有一天，上帝赐予你控制城市的能力，你会用它来做什么呢？故事一开始，男主胡子哥正在教堂打扫卫生，他意外发现了一个杂乱的房间，里面还堆放着自己居住的小镇的模型。这个模型制作的十分细致精美，与小镇的真实环境达到了1:1的还原。出于好奇，胡子哥拿起了身旁的喷雾，冲着模型上的教堂喷了几下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教堂的外面真的下起了雨。胡子哥见状，又试着往模型上多喷了几下，结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。这下子胡子哥真的震惊了，看了自己可以利用这模型来操控真实的小镇，那这么说来，自己岂不是成了这个小镇的上帝？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嘴，胡子哥曾有一个当镇长的妻子，生活本来十分的幸福，直到某一天，妻子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了，而妻子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座小镇发展得更好。第二天，小镇上的人们都在讨论昨天那场怪异的大雨，在一旁偷听的胡子哥心里一阵暗爽。看来当上帝是真的很有趣。这时，酒吧里的老板娘主动走来找胡子哥聊天，她和胡子哥吐槽起了现任镇长的不作为，导致镇上的经济水平一落千丈，老百姓心中都十分的不满。胡子哥听后若有所思，决定利用模型做点什么。晚上回到家中，胡子哥想起白天吃饭的餐馆装修十分的简陋，他灵机一动，找到了一瓶指甲油，给模型上的餐馆涂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小镇的老百姓都惊呆了，餐馆焕然一新，像是被重新装修过一样。胡子哥偷偷地混进人群中，想听一听别人夸奖他的作品，结果却发现餐馆老板娘并不是很满意，因为这家餐厅的大股东正是现任镇长，镇长最讨厌的颜色就是橘色，偏偏胡子哥还涂了橘色的指甲油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胡子哥看见一个老奶奶摔倒在了路边，他马上跑过去把老奶奶扶了起来。老奶奶站起身后就吐槽起来，这条破路早就崎岖不平了，却始终也没个人来修理。小镇的意见箱里堆满了信，镇长也从来不看。看到这里，胡子哥偷偷把意见箱拿回了家，他打开里面的信封，按照大家的愿望陆续给模型做改造。于是一夜之间，路面变平坦了，路边的垃圾消失了，多余的树被拔走了。转眼来到第二天，小镇上的人们都在感谢这神奇的一切，他们积累多年的麻烦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但是胡子哥却并不是特别开心，因为大家认为这些都是镇长暗中做的，而虚伪的镇长在听到人们的称赞后，竟恬不知耻地默认了这一切。胡子哥十分的憋屈，无论他做再多的努力，大家都会把功劳归根给镇长。内心的委屈和愤怒使胡子哥黑化了，他回到家后拿起一块小石子扔向模型，直接砸了镇长的名牌车。第二天，怒不可遏的镇长误以为路边的小男孩是凶手，他狠狠骂了小男孩一顿，结果却遭到了周围群众的激烈反抗。圆滑的镇长见情形不对，连忙道歉，还发表了一番诚挚的感言。观众们被唬得一愣一愣的，纷纷给镇长鼓掌。胡子哥看到这一幕后更生气了。晚上，烦闷的胡子哥久久不能入睡，刚来到窗台上吹风，就看见镇长正一个人走在街道上。胡子哥又动起了歪心思，他拿起一只蜘蛛放在模型上，果不其然，镇长被从天而降的巨型蜘蛛吓得半死。可就在镇长快要被蜘蛛吃了之时，胡子哥还是心软，把蜘蛛收了回去。突然，女牧师敲开了胡子哥的门，因为他发现最近胡子哥的行为比较反常，所以就联想到他一定和小镇上的灵异事件有关系。在女牧师的劝解下，胡子哥放下了对镇长的怨念，而且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为小镇做了一个广告牌，希望可以帮助小镇发展旅游业。可惜啊，胡子哥好心办了坏事，因为广告牌的电力过大，导致整个小镇都断了电。居民们围在教堂商量着这个事情，镇长说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修好，而百姓们却逼着镇长使用超能力快速解决这件事情。无可奈何的镇长落荒而逃，居民们纷纷追了上去，不肯放过他。这时候胡子哥主动站了出来，并说出了一切实情。镇长听后立刻赶去了胡子哥的家，他想利用模型的超能力将小镇改造成新的拉斯维加斯。胡子哥听后断然拒绝。在两人争执的过程中，胡子哥的金戒指不慎掉落，模型也被意外撞翻，随之而来的小镇发生了大地震。画面一转来到次日，幸好这场地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，而胡子哥遗留下的巨型金戒指却成为了小镇的吸金点。看来小镇的经济复苏指日可待了。故事结束，有的时候付出与回报可能并不成正比，但在付出的过程中，真正的英雄一定会收获到无比的幸福。虽然不能每个人都成为雷锋，但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